提到蛇，你可能会想到它们细长的身躯、光滑严密的鳞片、接近于无限扩张的血盆大口，又或是滴着浅黄色毒液的獠牙。它们总是速速地穿行在落叶间，不时昂起头，向四周丝丝地喷出一阵寒气。当谈到有关蛇的话题，我们常常谈蛇色变，但是有这么一群人，他们视蛇为珍宝。蛇不仅成为了他们餐桌上的饕餮大餐，或者玻璃罩中的宠物，更成为了他们的致富秘籍。毒性越强的蛇，他们越喜欢。新闻中常常报道户外爱好者在野外露营时被毒蛇咬伤，因没有及时得到救治，短短半小时后就因神经性中毒导致死亡的意外事件。这更加剧了我们对蛇的恐惧。在古希腊神话中，美杜莎被雅典娜变为了一头蛇发的女巫。在美洲中部，玛雅人也曾将与蛇神奉为文明与农业的恩赐者，死亡与重生的象征。在圣经中，蛇是诱惑、背叛的代名词，哄骗亚当和夏娃摘下了树上的禁果。蛇类从古至今一直也与华夏人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例如上古神话中，共工和女娲都是人首蛇身的形象。古人相信蟒蛇的寿命长达100年，虽然在近些年被证实最多只有20-30年。因为蛇一次可产下数十个卵，因此蛇在古代往往还象征着多子多福、生生不息。对于今天，随着人蛇交往的日益密切，我们揭开了蛇类的神秘面纱。下面我们就一同来走进中国境内蛇最多的8个地方。第8位，浙江杭州千岛湖蛇岛。在杭州淳安县有一处世界闻名的景点，这里不仅是旅游度假的风景区，水下还有震惊中外的千年古城。这个景区有非常多的小岛，犹如繁星点点分布在银河中，它就是千岛湖景区。而在众多小岛中，其中有一个小岛被称为蛇岛，因为这座岛上不仅有花草树木，它还居住着几百条毒蛇。千岛湖蛇岛原名五龙岛，现称神龙岛，面积仅有 0.04 平方公里，约为60亩，接近于 5.6 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。它是基于其原有的自然地貌而由人工打造的一个蛇岛，岛上有4个蛇池，蛇池内有水池、喷泉、土丘、灌木丛、洞穴、冬眠室等一众设施，放养了10几个品种的200-300条蛇，其中多数是毒蛇，如腹蛇、五步蛇、竹叶青蛇、眼镜蛇等等。管理人员用蛙和白鼠来饲养它们，并在实验房里取蛇毒和蛇胆，用以制药或是进行实验。行走在蛇园中，你可以看到盘缠在草丛和树上的蛇群，有的在速速曲折前进，有的在争食斗殴，有的在昂头吐信。游客在游览蛇园时，可能会被树枝上吐着信子的蛇的恐怖模样所吓到，但其实这是饲养员专门放置的无毒蛇，性情温顺，徒有其看似凶恶的外表，可谓有惊无险，使得旅途平添了一份乐趣。岛上还设有蛇展廊、蛇卫馆、蛇艺表演厅等以蛇为对象的各种休闲设施。岛上还有五龙桥、涟漪阁、交峰塔等景点可供游客一同观赏。但是可惜的是，由于经营不善和安全问题，目前千岛湖蛇岛对外处于关闭状态，可用于拍照的大蟒蛇也被安置到其他岛上去了。不过它周边的岛屿都是可以去游玩的，若之后蛇岛开放了，有兴趣的游客可以在导游带领和遵守相关规定情况下前去岛上观赏。第7位，江西新余仙女湖蛇岛。在江西省新余市的西南郊有一个湖，相传这里是7仙女下凡的地方，因此取名仙女湖。本次要介绍的蛇岛就位于这个风景秀美、具有古典浪漫气质的景区之中。仙女湖蛇岛说起来其实并不恐怖，岛上的蛇大约有1000多条，但是这里的蛇基本上都是人工饲养的，根本就不会乱跑，更不会对人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，并且每年这里都会有很多的人慕名前来观看蛇的表演。蛇岛的面积仅有 3.5 亩，约等于一个标准足球场的1/3，在千岛湖众多岛屿中算是极小的一个。当游客登上蛇岛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块棕色巨石，形状像是一个巨大的梅瓶，上面镌刻着蛇岛2个朱红色的大字，十分古雅，韵味悠长。人们可以沿着如意踏垛一路向上，踏垛的前段照有30米长的葡萄架，仿佛让人进入了另一重绿色仙境，
走过整100级的如意踏垛，便到了最后的目的地蛇馆。蛇岛上的蛇馆坐北向南，为峰山式江南民居建筑，两侧山墙采用了对称的古典建筑风格，为五滴水式叠落防火山墙。蛇馆面积约为160平方米，正中的民间面积有60平方米，整个蛇馆中约有100余条蛇。在仙女湖蛇岛，人们还可看到生活在热带、亚热带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——蛇中之王大蟒蛇。目前饲养的大蟒蛇最重的达100多斤，长度在10米以上，一次能吃30斤瘦肉。除了能看到大蟒蛇，还有让人肾上腺素飙升的蛇技表演，既新奇又惊险。特别是活蛇穿鼻孔、口吞活蛇、毒蛇表演，更是让人惊掉下巴。以我们的祖先伏羲、女娲为原型的古典舞台剧也在同步上演。这些身着古装的现代仙姑便在蛇岛表演具有蛇图腾崇拜意义的舞蹈，她们婀娜的曼妙舞姿让人仿佛置身上古时代。如果你有兴趣和胆量，也可以与蛇共舞，同蛇合影，既刺激又安全感满满。第6位，大连蛇岛。在我国的东北方向，位于距陆地最近处约7海里的渤海湾中，伫立着一座风景优美却鲜有人知的小岛。因为这座小岛的背后隐藏着重重的危机，这个小岛就是大连蛇岛。这座小岛隶属于辽宁蛇岛老铁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，最早于1938年，人们前往岛上修建灯塔时发现，进而公之于众，被大家所熟识。1.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竟然活动着超过2万条的黑眉腹蛇，即每1平方米的空间上就有近20条蛇，相当于每走一步就会遇到超过5条蛇，并且全是带有剧毒的蛇，可谓一步一毒蛇，一步一小命。大连蛇岛是世界4大蛇岛之一，也是世界上唯一的只生存单一腹蛇的海岛。黑眉腹蛇相较于陆地上的腹蛇毒性更强，仅 0.01 克蛇毒就可以将一名成年人毒死，而1克蛇毒竟能毒死3万只鸽子或者1万只兔子。蛇岛的西北两面均是光滑的悬崖峭壁，东南部则是腹蛇的聚集地，草木繁多，植被茂密。今日的蛇岛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下，经过板块运动导致的海陆变迁而形成的。大约在10亿年前，蛇岛还与辽东半岛相连，随着地壳的不断运动，板块之间相互挤压碰撞摩擦，导致海平面上升。最后，蛇岛由一座小山峰变为了一座矗立在海上的孤独的小岛。腹蛇虽然能游水，但不能长期在水中潜游，因为被永远隔绝在这座小岛上，而再也不能回到辽东半岛的陆地。小岛上植被丰富，气候适宜，再加上缺少天敌，交通闭塞，鲜有人质，小岛上的生态得到完好的保护。但其实蛇岛上生态系统并不完善，食物并不充足。偏偏岛上的腹蛇又是世界上唯一一种既冬眠又夏眠的蛇。腹蛇在春秋之际捕食来此落脚的候鸟，一年只需捕食几次，便可以储存足够热量进入休眠状态，以便长久存活下来。这种极其顽强的抗饥饿能力，使它们在岛上生存繁衍几千万年，最终站在了蛇岛食物链的顶端。当然，岛上的腹蛇也曾面临过生存危机。1958年的一场森林大火，大火烧了4-5天才熄灭，岛上的腹蛇被活活烧死大半，只剩下了9000余条。同时，腹蛇虽有剧毒，但其蛇毒有极高的药用价值，于是不少百姓悄悄乘船上岛偷猎，导致腹蛇的数量锐减至5000余条。直到1970年代，为保护腹蛇生存空间，国家成立了自然保护区，禁止偷猎，禁止捕杀，才使得腹蛇数量恢复到之前最高水平，约2万条。第5位，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义武乡。前些年有一则新闻让人匪夷所思，在西双版纳的一处茶园中，发现了一条3米长的巨型黑尾蟒蛇。当地人见状，不仅没有打死巨蟒，反而开始举行跪拜仪式，众人点香燃蜡，闭目凝神，双手合十举过头顶，并双膝下跪，朝着巨蟒不断的作揖，并伴随着嘴里发出的喃喃声，其态度之诚恳让人动容。为何村民要对巨蟒行如此大礼呢？云南省是我国蛇类资源最为丰富的省份之一，
共有95种蛇，其中有毒蛇25种和无毒蛇70种。其中又主要分布在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地区。西双版纳有着我国最大的热带雨林，且位于北回归线附近地区，其中又有一个地方叫义武，在傣语义意为美女，武意为蛇，因此义武全译为美女蛇居住的地方，位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勐腊县东北部。义武山区由于常年云雾缭绕，温热多雨，土壤肥沃，以其优质的古树茶声名遐迩。但是除了盛产飘香的茶叶，这里的蛇的数量也极多。蟒蛇属于树栖性或水栖性蛇类，喜高温，生活在热带雨林和亚热带潮湿的森林中。云南蟒蛇属于缅甸蟒，称缅甸岩蟒，又叫南蛇、禽蛇、双带蚺，是蛇亚目蟒科蟒属亚洲岩蟒的亚种之一，也是世界上最巨型的6种蛇类之一。上世纪60年代，云南省动物研究所曾做过一次黑尾蟒野外专题调查，结果显示，每1000亩热带雨林约有12条蟒蛇。当时西双版纳共有500万亩原始森林，估计整个西双版纳约有6万条蟒蛇。05年又做了一次调查统计，每1000亩热带雨林锐减到只有4条蟒蛇。同时，西双版纳仅剩下50万亩热带雨林，因此仅剩2000余条野生蟒蛇了。其实当地人每年都会举办盛大的跪拜蟒蛇的仪式，因为生活在义武山区里的村民，他们相信万物皆有灵。蟒蛇寿命绵长，据说在多年前，一条巨蟒曾经为救当地村民而献出了生命，从此村民们将蟒蛇奉为守护神。当然，除了蟒蛇数量庞大外，西双版纳的雨林中毒蛇的数量也不少，比如眼镜王蛇、金环蛇、千色水蛇、孟加拉眼镜蛇、双拳白环蛇等。其中最令人闻风丧胆的是眼镜王蛇，除了可以在30分钟内将一头黄牛毒倒，由于自带其他毒蛇的血清，在与其他毒蛇缠斗中不幸被咬负伤也不会有大碍，而其他蛇类就没这么幸运了。第4位，福建武夷山国家公园。福建省的简称是闽，东汉许慎《说文解字》解释为闽，东南越，蛇种。在甲骨文中，闽字形状也好像是家门中供奉着蛇。公元前200-300年，福建土著叫闽越族，这个民族的图腾也是蛇的图案。有这样一个地方，它位于江西省和福建省之间，清风叠翠的武夷山脉氤氲的山雾中栖息着8科29属62种蛇类，素有蛇类世界之美称，它就是武夷山国家公园。武夷山国家公园保存着世界同纬度带最完整、最典型、面积最大的中亚热带原生性森林生态系统。武夷山脉区系属于深谷小地貌，深谷内光照弱，风力小，湿度大，山溪水系丰富，形成了特殊的小气候环境。这样的生态环境非常适合昆虫的生存和繁衍，为两爬动物提供了丰富的食物，当然也就成为了它们的天堂。尤其这里的蛇类和极多的数量引起世人的关注和瞩目。武夷山国家公园已知蛇类种数高达62种，占全国种数 29.67%， 其中挂墩后棱蛇、赤链华游蛇等是我国特有种。根据文献的记载，从武夷山发现并作为模式产地的蛇类多达12种。在我国清朝末期，鸦片战争失败之后，不少法国人、英国人进入我国境内，其中不乏一些动物学家。他们纷纷来到了武夷山采集动物标本，由于对当地的地形不熟悉，他们高价向当地的居民收购了大量的动物标本，其中不少蛇类新种，如福建盾头蛇、福建锦斑蛇、崇安斜鳞蛇、福建华珊瑚蛇等。武夷山脉的蛇类丰富，不仅有眼镜蛇科的眼镜蛇、眼镜王蛇、金环蛇、银环蛇等，还有葵科的尖吻腹蛇、烙铁头、竹叶青。种类丰富和数量繁多的游蛇科蛇类，是世界上同一个纬度范围内分布数量、种类最多的区域之一。曾经有学者对武夷山脉分布的五步蛇数量做过粗略估计，竟然高达50万条。挂墩、大竹篮是园内蛇类的主要分布地，分布着12种蛇类模式标本，如挂墩后棱蛇、崇安斜鳞蛇、福建盾头蛇、福建锦斑蛇。此外，
园区还分布着海南闪鳞蛇、虎斑游蛇、红点锦蛇、繁花鳞蛇、白唇竹叶青等珍稀蛇种，是研究蛇类生活习性和研究蛇与生态系统关系的理想场所。由此看来，蛇的王国果然名不虚传。第3位，广西灵山县六峰山竹根围村。灵山县是广西省远近闻名的水果之乡，尤其盛产荔枝。县里的每个村子几乎都因水果而闻名，但有一个村却与众不同。据说当你走进这座村落时，既听不到鸡鸣狗吠，也见不到猪牛羊等牲畜活动。路过该村庄的人们皆提心吊胆，一般都穿着高高的筒靴。因为这个村庄里每家每户都有蛇窝，掀开蛇窝里放置的床板，可以看到床板之下涌现出上百条蛇在相互交缠、扭动摩擦。如果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场景，一定会留下长久的心理阴影。但是这里的村民却早已习以为常，这里的家家户户与毒蛇相处十分融洽，把毒蛇当作宠物。在这里，你可以看到这样一番景象：3岁的小孩怀中抱着的不是毛绒玩偶，竟然是一条盘着的黑油油的小蛇。妇女们坐在一起交头接耳，脖梗上竟挂着一条2米长的大蛇。数百年来，这里的村民与蛇相伴，共同生活。这里就是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部，距离首府南宁140公里外的灵山县的竹根围村。竹根围村位于灵山县城西南方向50千米的低洼地带，南临北海北部湾。每年来自太平洋的温暖湿润的季风，经北部湾从青洲湾汇入清江河谷，而竹根围村就位于清江谷地冲积扇的中心位置，夹在罗阳山和同鱼山的中间谷地，形成了天然的立体气候，成为了汇集雨水的自然通道。正是因为这样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，六峰山上千百年来栖息着无数的爬行类动物。后来随着对上山捕蛇活动的禁止，村民们开始了人工养殖毒蛇。得益于六峰山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，人工养殖的成活率极高。这里主要分布这2种蛇，一种是无毒的滑鼠蛇，又名水绿蛇，性情生猛，速度极快；另一种是有剧毒的眼镜蛇，一旦被咬有极大的概率造成组织坏死，甚至呼吸衰竭致死，但是其毒液又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。10年来，该村的养蛇规模从几百户发展到7000余户，年均养殖眼镜蛇、滑鼠蛇和网颈蛇200多万条，每年均收入4.5亿元。林下养蛇成为灵山灵蛇大业、山乡财源的一座金字招牌。在树根围村的千里之外，也有一座稍后我们会提到的村庄，它们都是中国有名的蛇村。它们有着相似的地形、生态环境、恒温高湿的资源环境，使得蛇类认准了这些地方，并不断繁衍生息。第2位，海南琼中五指山。海南省属亚热带海洋季风气候，是蛇类最喜居住的气候之一。海南省共有8科44属74种蛇类，其中毒蛇有27种。琼中五指山区位于海南岛中部，海南五指山是现今世界仅存的3大原始热带雨林之一，由连绵但又独立的7座山峰组成。7座山峰除一峰已开发成旅游区，剩余6峰均为人迹罕见、鸟兽难越的原始森林，常人根本无法踏足。这里的地势略高于海南岛上其他市县，具有冬短无严寒、夏长无酷暑的恒温特性，再加上雨量充沛和丰富的物产，形成了一个天然且稳定的生物链。五指山区常大雾，湿气重，琼中属五指山腹地，因此这里动植物种类繁多，蛇类更多。山上有灌木纵林，适合蛇类在这里栖息繁衍，而沿海大多是平地，雨水少，比较旱，没什么灌木纵林，并且没有海的地方大多都已开发，就更不适合蛇的生存和活动。在五指山区多分布钩芒蛇、大蟒蛇、红尾筒蛇、海南闪鳞蛇、海南锦曹蛇、圆毛头腹、白唇竹叶青蛇、钢氏竹叶青蛇、海南脊蛇、棕脊蛇、绿瘦蛇等。如果在上午出太阳时攀登第1峰，则在路途中可以看见无数出来晒太阳和寻觅食物的蛇。如果你胆量不小，又善于识别蛇的种类，你可以让小蛇顺着你的手臂爬到你的指尖，与它们来一个亲密互动。
第一位，浙江湖州德清县子思桥村。提到江南，人们常常想到讲着柔声细语的江浙话的淑女和云烟袅袅的楼台美景。自上世纪80年代起，在这个不足1000人的小小村落中，蛇的数量竟是村民的3000余倍。不足1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最多时却栖息着300多万条蛇，并且其中多数为毒蛇，因此被外界称之为中国第一蛇村。如果你恰好在夏日的夜晚于这个小村落脚，也许醒来的第一时间就会看到它们躺在你的身旁或者脚底。然而，这里的居民早已对这样的场景习以为常。就是这种令人恐惧的动物，在这些村民的眼中却是不可多得的宝物。在这个村落中，村民们和300多万条蛇同吃同住，甚至同睡。在蛇村，你可以随时看到地上有蛇在悠闲散步，但人们对此却视若无睹。小孩们的第一个玩具就是正在缠绕着自己的小蛇。村里的女人很乐于把蛇架在自己的脖子上，向路过的游客展示他们之间有多么的亲密。据说在夏天天气很热的时候，村民还会抱着蛇一起睡觉，来达到降温的效果。因为蛇是冷血动物，身体一直是冷冰冰的。子思桥村位于浙江北部，毗邻莫干山，莫干山上蛇类众多。起初村民们以上山捕蛇为生。时光回到上世纪70年代，那时候子思桥村还是方圆10里有名的贫困村，外地姑娘不愿意嫁进来，本地姑娘逃着嫁出去。在村民的记忆中，不仅饭菜沾不到一点点荤腥，就算是家里老母鸡下了蛋，也都被拿到集市上换了生活必需品。后来，有脑筋灵活的年轻人将野生蛇带下山进行人工孵化，没想到孵化率极高，后来家家户户便开始做起了人工养殖蛇的营生。这个人后来就成为了子思桥村的蛇王，他叫做杨洪昌。他每年靠着村里的蛇可以年收入1000万。要知道，银环蛇毒的价格在3000至5000人民币每克，是黄金价格的8倍以上。自90年代开始，子思桥村正式走上了正规养殖蛇的道路。2018年，子思桥村的产值就已达到6000万元，人均年收入超过20万元。不仅全村摆脱了10里第一穷的标签，村民们还住进了自家修的3层小洋楼。目前，子思桥村的蛇毒、蛇胆和蛇肝早已稳定出口至韩国等地，还在韩国成立了蛇社，修建了标准化养殖工厂。在蛇王杨洪昌的带领下，家家户户建立了蛇社，一座座蛇社在村落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。随着规模的逐渐扩大，有年轻人想要把养蛇业务拓展到其他村落。然而，只要离开了子思桥村的这片土地，即使用同样的技术和方法养蛇，蛇的成活率也只有30%。仿佛只有在蛇村的土地上养蛇的生意才能成，这究竟是为何？至今还是个解不开的谜团。也许只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，才会知晓真正的答案。本期视频中，中国这些蛇群盘踞的地方，哪一个让你印象最深刻呢？到了今天，蛇已不再是上古瑞兽，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，它成了让人避之不及、内心发毛的可怕生物。但对有些人来说，蛇却成就了他们的事业，通过蛇过上了更好的生活。蛇会出现在药品里，出现在餐桌上，出现在游园景区中，甚至成为家中的玩伴。人们对蛇的态度发生了多样性的转变，我想这是一种进步的表现。但如今野外蛇群的生存环境越来越受到限制，蛇群不断冲入民宅和村子的事情屡有发生。或许我们也该思考，我们与蛇的相处模式，我们与自然的相处模式了。你对蛇的态度是怎样的呢？是否有过什么传奇的经历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出来，与大家积极互动。以上是本期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